再计划一趟釜山自由行吗？这系列影片记录了我们5天4夜，使用釜山 Pass， 一口气玩爆12个景点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那就跟我们一起玩釜山吧 ，Go Go！我们刚刚从白浅滩回到南浦这边，然后我们第一站先去换钱。我身后这间换钱所是有人推荐说汇率还不错的。其实大家也知道，最近台币还蛮好，整体汇率是都不错的。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间换有换到45.2，等于1万块台币换了45.2万的韩元。这边换钱他都不会在外面秀电视，就是汇率你要自己去问他。而且我发现他们都很知道台湾人。他今天可能碰到太多台湾人了，所以他第一个反应就先问是不是台湾，然后他还会送你巧克力。我刚刚拿到2个 stickers， 对，会给你小礼物，还不错。推荐这家，前面有一家有利换钱所，那个也是人家说汇率不错的。那我们就开始逛街了，走吧。南浦洞商圈可分为5大区域：国际市场、必府广场、南浦地下街、光复路时尚街以及乐天百货。爱逛街的朋友可以在这边安排一整天哦。它25种口味，不是25包哦。哦，口味在上面哦。哦，有平常常看到的芥末，还有强烈芥末，这样子59900韩元，大概是1300。那么便宜呢？可能要衡量一下行李重量。哦，这个售罄的是什么 ？Strawberry 啊。哇哦！等一下你说，我发现口味太多了，不知道怎么挑哎。清凉辣椒蛋黄酱。哦。我以为在吃炸鸡。不止坚果，它还有很多的果干，这个是柿子呢。对啊。爆米花也有，但是感觉这一区就不是他们的主力商品了，所以它都放在垫脚。它最主要的还是杏仁。我们现在位置在光复路时尚街，就在地铁南浦站外，商圈一路通到扎嘎奇站。这边聚集了各种美妆服饰、流行时尚，还有运动品牌，是南浦洞购物的首选商圈，并有 Olive Young、ABC Mart 等人气商店。常见的伴手礼大多都可以在这边买齐，而且光复路连接了龙头山公园、釜山塔、国际市场，还有罐头市场，是来釜山旅游绝对不能错过的景点哦。我们刚刚去 ABC Mart 买了1双鞋子，它现在鞋子1双是打9折，然后2双8折，然后还可以另外退税。我这一双它上面标价是89000元，打完折之后是80100元的样子吧。然后我是用 Line Pay 付款，但是我 Line Pay 实际上面写支付是7万，我也不确定它的计算方式是什么。7万5大概多少？1600多的样子。哦，那便宜啊！这种感觉在台湾要卖个2500、2600啊。对，推荐来韩国买鞋。我们在光复路逛街的时候，运气超级好，遇到舞团在街头表演韩国传统的4物乐与相貌舞。4样乐器分别代表着4位神明：鼓是云神，长鼓是雨神，筝是风神，小金则是雷神。起源于古代朝鲜的相貌舞，表演者头戴特制的头盔，顶上有可以旋转的长鹰，跳舞时摆动头部，使长鹰在头顶宣侧旋转飞舞，手中击打着小鼓，并以喜鹊步跳跃前进，充分表现了古代朝鲜族农民在劳动之余丰收之后的乐观心情哦。不断与时俱进的相貌舞，有时候还会融合当代舞的地板动作呢。整段表演的最后，以大旗舞做结尾，现场看真的是超级震撼的。在旅行的途中看到有趣的事物，停下脚步静心观赏，一切决定由自己说了算。我想这就是我们一直向往自由行的原因吧。看完表演后，我们就准备大采购啦。Olive Young 每一季月初都会有大促，折扣力度可以到7折哦。每个月的月底也有小促，还有各种拿不完的试用品。像我们一样精打细算的朋友，可以计划一下停留在韩国的时间哦。因为我们
买了一大袋对，我们这次来刚好遇到了 Olivia 的。年终大促，对，昨天在滑那个 trade 的时候，就看到一堆代购出现，然后开始狂打广告说，哎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！开始疯狂连线。对对对，它是满多少钱？外国人退税15万15万应该是折扣前的价格，但是反正年终大促啦，买就对了。这样子买一袋大概3000块台币。你们如果有买那个釜山通行证的话，你们出示通行证给店员看，他就会送你小礼物。这看起来不错呢。这里面就是一些试用包，然后这个袋子也很好用啊。据说它每个试用包里面的内容物都不一样，我还以为它只是送袋子而已。而且还有这样一罐的。哇，太划算了吧！然后我听说你去不同间出示可以再拿。哦，对，只要你有买就出示，你要买就出示。对，你有出示，它就会送你。哇，那可以一直洗耶。反正你就是不要去同一间店出示2次就好。找不同的店员也可以啊。哦，也可以啦。不认识你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逛。然后刚刚去买了一个这个养乐多阿姨口干饼，昨天睡太少，觉得有点累。然后这个东西哦，它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不可以倒出来哦，你这个倒出来，饮料会跟着洒出来，所以这是2颗倒到嘴巴里面去，再接着喝的。很多人发生这种惨案哦，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，哦，东西先倒出来，他一这样子倒，然后饮料全部倒出来。这个药就要用挖的嘛。药有味道吗？你看这样子就还卡1颗，哎，对啊，为什么还卡1颗？喝起来有点黄芥末的味道。你要护肝，买这个瓶子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它还有很多什么胶原蛋白啊，对，专治便秘啊，有很多啦。反正这种养乐多阿姨在路边都有。对，它在旁边有说明书，你们可以自己看。对，沿着光复路直走，就会到与必福广场接壤的丁字路。一转进来，会看到许多撑着红黄阳伞的摊贩。这边从早上10点开始摆摊，到晚上会转型成夜市。外围还有布障马车，常见的街头小吃都可以在这边找到，是一个体验韩国历史文化的好地方哦。我们现在来到了 Beef 广场，这边最推荐的就是这个原主糖饼，好像有2家吧，然后大家比较推这一家，所以我们就决定买这家吃吃看。我们点的这个是里面包坚果的，这个坚果看起来就很诱人，赶快来吃看看。我看起来很多。碳水炸弹，刚煎好人的皮很脆，我觉得它不会很油哎，它虽然看起来放很多油下去煎，但是吃起来不会很油，很爽。2000韩元，核桃啊跟南瓜子还蛮多的。如果你们想要吃很多东西，建议买1个就好了。中间会加那个黑糖酱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是它刚刚倒那个糖下去融化之后，它有补一个像是沙子的东西，好吃耶。哎，这家推荐。这个鸡肉串太夸张，多少钱？4000韩元，请计算。100块，好大只哦，感觉很厚呢。酱烧鸡胸肉，好吃，甜的，有带皮，这个是鸡腿，好讲呢。哎呦，嫩到不可吃。这个是放了什么东西在里面？太嫩了，嫩到好奇怪哦。我觉得它有厚厚的一层酱，哎，你会不会误以为那个酱是肉啊？表面就有点焦焦的嘛，因为它刚刚用2个灰给。然后我们刚刚又买了一份煎饺蛮都，反正它就是那种综合摊贩，有卖什么炒年糕啊、血肠，它会淋一点酱油，就来吃吃看吧。他们饺子包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它最后2边耳朵会折回去。它这个是面粉感偏重，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碳水炸弹，但是就香香的。然后它的内馅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它的内馅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但是就是青菜跟肉混合在一起那种很纯粹的味道。整颗都是皮啊，一般我来吃吃看这个长的。
我们刚刚在必福广场里面，可是突然想上厕所，我们就找了一间素食店进去。其实，在韩国很多的餐厅，他们都是你要消费，他们才会提供你厕所，所以他们厕所都会上密码。像这一间，他们就是把密码印在他们的那个明细下面。那我刚刚就是拿着这张明细去上厕所，然后我跟在门口的时候，我就听到韩国大叔用韩文在说：“哦，密码是叉叉叉叉。”然后我就想，我在门口读就好了。我正要输入的时候，我要把那个密码盘先唤醒嘛。我手正要过去，刚好有人从里面出来，然后他就帮我把门打开了。对，所以其实你可以在那边盯，是不是？在素食店小坐休息后，我们又到 Olive Young 的光复总店采购第二轮啦。旗舰店就是不一样，连试用包都是用自动贩卖机，只要连上店内 WiFi 并注册会员，就可以免费索取。加上釜山 Pass 的满额礼，我们总共拿了5包呢。冬天的吗？冬天的有哪些？你们说北中南？北部要比较保暖的还是比较保暖的？最保暖的是这一种，可以2面盖。台北的话，过年的话，这种才够。这2个不太一样，可以看你喜欢哪一家。它这个的话要怎么清洗？一次洗一件，可以整件直接机洗。滚筒的话就正常清洗就好，直立式的就记得选柔洗模式，然后拖完水晒干就好，不要烘。这件是多少？素色的7万5，花的胶原蛋白这个8万。提到韩国必走的行程，还有买棉被。从首尔的广昌市场到釜山的国际市场，韩国被最大的优点就是整件可以直接机洗，省去了拆装被套的麻烦。使用超细纤维制成的冬被，重量超轻，恒温效果也很好，还有抗尘螨的效果。更有些款式的纤维内添加了胶原蛋白，盖起来更加亲肤，冬天也不会起静电。我们买的就是这款哦。购买之后，店员会将包装抽真空，再用胶带束紧，放进行李箱超级省空间。难怪有人一次都会带5、6床回台湾呢。毕竟跟在台湾买相比，真的是买一件赚一件啊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先回到饭店了。刚刚大采购买了一大堆东西，我们从南浦洞搭计程车回到海云台，不到600块，40分钟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那个司机开有够快。我们这样子沿路回来哦，釜山这边的高速公路很多都是大桥，然后桥会在海上飞来飞去。那个司机过 ETC 哦，限速30，他开90过的，哦，他每个都这样子过，有够快。而且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把窗户打开，在高速公路上面狂飙，然后风一直灌。我们现在搭了3次吧，只有第1次是那个阿朱玛哦，他开最稳，另外2个都很怪。第2个对着导航一直发脾气，我听不懂。你看我们第一代，你手上那个什么被子啊？这个是我们在，反正就是那一条街都是在卖寝具用品的，我们就在那边买了。然后我们买的这一间是叫金信，然后就是有台湾人嘛，冬被不到1000包，好便宜哦。对啊，真的好盖吗？我摸它的材质还蛮舒服的，然后重点是它把笔说到超小，它包装的很认真诶，就是首先哦，它先把它折起来，吸了1次真空。它第1次真空完之后，它又装了袋子，又抽了第2次，然后吸完之后，它就是再把它用胶带捆了，觉得应该也有个7、8圈。接下来这2袋 Olivia 的战利品，对 Olivia 超级夸张，光是那个小黄袋你就拿了几个？我以为我们拿了5个所以拿这个是有美感的呢。我们首先有2个是我们在旗舰店，它有一台机器，然后你注册它的会员会有那个注册礼之类的，你就去扫它的优惠券，然后它就会送你这个了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你用那一台机器，你一定要接他们店里面的 WiFi。如果你是用自己的网络去注册的话，你可能就收不到那个券的。然后我们刚刚在旗舰店的话，我们结了1单，然后我们出示了2张釜山 Pass。
但是他说这样子只能够拿1份。但是我们第一天在另外一家分店的时候，我们是几张釜山 pass 他就给我们几份。这好像看人，对，因为其实他给这个他不需要扫什么东西，他就是你出示他就给你。要消费满4万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都有各消费4万以上哦，只是我们就是没有把它拆单。反正如果你们会在意的话，你们就是算好金额，然后分2次结账。对，反正1万5以上退税，对，4万以上有赠品。反正你们就记住这2个坎就好了啦。对对对，那我们等一下打算请饭店帮我们叫炸鸡回来吃，然后我们可能在附近买一些东西配。待会见，拜。热气球哦，这个游戏到哪里都是哇，这边晚上7点天还没黑耶，7、8点了，沙滩上面还有开灯，所以很多人都还在散步耶。然后今天一样是一片云都没有耶，天空看起来超亮的，真是令人开心的天气。真的，怎么样？沙子很细耶，而且完全没有垃圾耶，超棒的。然后那边有沙雕记。这边是海源台市场。这就是那个买。饭店步行到海源台市场约15分钟，散步欣赏沙雕，吹着海风。果然来釜山就是要靠着海边玩。那应该是什么石斑，对不对？应该是。这边真的是海鲜。你看这个茫茫，它就是会分这个黏液，你看到？哦，你有看到那个夹子上面，全部都是它的那个黏液。这个我是不太敢吃的。晚上的海源台市场更像是一条美食街，有常见的辣炒年糕与海鲜煎饼，还有釜山特色的芒鳗与生章鱼。吃饱后漫步在主干道上，还有很多街头艺人的表演可以看哦。我们现在要来开箱我们刚刚叫的炸鸡，这一家叫做 Prada， 它的音就是跟它很像，所以它的包装也特别的浮夸。它给了一个束口袋，然后里面是一个有提篮的盒子。这个是小菜哦，一个是黄萝卜，一个是什么？炸鸡的酱，因为我们叫的是双品，这个重量还蛮重的。对，这个黑蒜头炸鸡是他们的招牌。你看他们这个蒜片不错耶，它那个蒜片烤的挺漂亮的，好吃。它这个是甜酱，然后微辣。那个是什么口味我也不知道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。这一家我觉得它招牌给过，而且我们已经买回来一阵子了，还是很好吃。然后它蒜头吃起来很香耶。另外一个炸鸡长这样，另外一个是干粉，是不是啊？因为黑蒜是酱嘛，它感觉外面撒了很多 cheese。不会形容，但 cheese 味很重。可是它的 cheese 味跟 cheese 粉是不一样的。2种要讲的话，我比较喜欢 BBQ 的那一种，但这个也不错。你刚刚在楼下便利商店买了2杯冰块杯跟2袋饮料，然后自己回来组装它们。我刚刚吃那个炸鸡，它还有做这个是粉红的。那是不是面？第一个是柠檬汁，蓝色的。它是写啊，blue lemon 的呀。刚刚好哎，大家要挑最冰块杯哦。上面有写 big size， 就是一定要选大杯，不然你会装不下。这是蜜桃口味的饮料。接下来就开始吃我们的晚餐了。你是不是买了一个那个什么 PUBG 联名的饭？它的包装上面就是它那个里面的角色图。Oh my Bambi！ 它这个加热方式真的需要好好看一下。一开始我们没看，然后就直接整个拿进去微波。因为里面就有一个包装袋爆炸了，然后先把它拆开，先热饭，饭热完之后再热酱。它是有步骤的。它这个酱就很像韩式辣酱，那一整盒的有没有？然后我们还要买那个韩式蟹味棒。大家都说要买这个配这个很好吃。我还买了 AP 靠，再把 cheese 丢进去，天下无敌。这一餐好像可以在外面吃一顿大餐。然后我们明天一大早，我们就要出发去搭胶囊列车，开始我们釜山通行证的行程了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这次可是一口气玩了釜山 Pass 12个景点呢。想了解有哪些景点必玩的朋友，
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